同一种恨唤醒我。你和我的故事陨落得像烟火，像飞蛾在扑火，任由宿命操控魅惑。哦，那影子深藏在光尘中，迷失在这城市，忘了山是枷锁。用爱图个归宿，却自食其果，不由你我。不然释怀偏执，是不过的坚持，用一生的遗憾写成诗。我乱总太迟，原来你只是手心的影子。妈，云州，妈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为什么没有接电话？我在家里睡着了，电话设了静音。你在家？我有点困了，想睡一下。最少回家了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帮他拿药，再过去看看他。陈叔、陈嫂，这几天又打扰你们了，明天我会过来接我妈离开的。好的，好好的照顾你妈啊。我会的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慢走。既然秀安阿姨主动去看医生，也答应搬进小散人，证明她想赶快好起来，你别担心啦。我没事了，只是这几天太多烦心的事，问题接二连三出现，我忙不过来，有点累而已。你不是一个人啊，还有我啊。那希望药厂的事能尽快解决，你就有时间陪秀安阿姨了。爸刚出院，我们回去跟他商量。走吧。Matt的事 ，Frankie 已经告诉过我了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爸，你的意思是叫我们别管了，还是你也不管了？你们让我管，是让我去报警，然后给你们一个交代，是吗？ Matt 利用康龙的利益做非法勾当，你不可能包庇他，也没有必要包庇他，不是吗？我怎么做事需要给你交代吗？爸，从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只是希望犯罪的人受法律制裁。Matt 是康龙的股东，这件事受影响的不是他一个人。如果可以私了，为什么非要闹到警局呢？可是你知情不报，也是犯法的。爸，Matt 近来跟你没有交情，你替他隐瞒，是不是有苦衷啊？交情，就算有交情，在我这里也没有用。我是康龙的总裁，有义务维护康龙的利益。难道康龙的利益真的等于一切吗？爸，你有立场，我懂，但是包庇 Matt 的做法，我完全没办法认同。
权力斗争之下，没有大是大非，没有对和错吗？我怎么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你了？我不需要你的认同，因为你完全不了解。只有坐在这个位置的人心里最清楚，黑和白永远是赢的人说了算。为了赢就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吗？错就是错，Matt 犯法了，你包庇他，你以后就要承担他的责任了。你包庇说过很多次了，你们懂什么？尤其是你。进来，你们出去。我真不明白，如果说在乎康龙，应该更不能接受有污点，为什么不追究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发现，自从妈回来的那天开始，我们问的很多问题都未必会有答案。姐，你说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，爸不跟我们亲近，是因为他是做大事的人物。你可能错了，我们走不进他的世界，是因为他把自己围起来了。他永远都是一个人努力，一个人期待。可是一个人的世界真的很孤独。可能真的是我错了。如果所有坐在那个位置都注定只有自己，那我多希望他从来都不是大人物。他回去以前住的地方，尹聪刚刚也去看过他，应该没事。你有没有觉得林秀环看上去有点不太正常？什么不太正常？精神不正常。哎呀，好不容易让媒体闭嘴，我真的不希望林秀环再给我惹麻烦。帮我想想办法，有没有可能让她再次消失？我以为你会担心他，就算说不上担心，至少也会同情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是让他消失呢？你都看见了，我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有心思应付他的问题？帮我查，看看他是否在牢里得病，需要长期服药，有的话，让他住卫生所，省得麻烦。尹聪不会答应的。他是学医的，什么样的病人需要住院，他比谁都清楚。林秀环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糟糕的话，那让他儿子亲眼看着他发疯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下不了手，我找别人处理。处理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不参与就没必要问这么多细节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两个臭小子查到药厂的事情，这个事情打算怎么解决？他们还是太年轻了，被正义感冲昏了头。我会想办法不让Matt知道他们在查这件事，把尹聪手上的证据拿回来。让他们闹不出什么花样。如果他们不听话，给他们一些挫折，正义感这种东西，敲一敲就碎了。非法药厂的事情你一定要谨慎处理啊！除了你之外，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我也是参与的，尤其是Matt。放心吧，由始至终，他在指认我。你还说不是？他们偷走了闭路电视的 memory card， 还好我没有用网络自动备份，CCTV 清清楚楚拍到，潜进去货柜箱的就是顾兆华的两个儿子。顾先生不知情，是他那两个儿子误打误撞找到那里去的。你当我傻的吗？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啊！我再说一次，康龙除了我，没人知道你参与过这件事。你是 CCTV 拍到我 ，memory card 在他们手上。
我一定他妈把我捅出来，我一定让你陪葬！你说完了吗？那我说了，早就提醒过你，不要找这种毛毛躁躁的人来参与，看就知道做不了大事。贪财又没脑袋，你说什么啊？以为就我暴露了吗？CCTV 也拍到你啊！我知道，所以我来是想提醒你，最好把证据拿回来。如果我移民新加坡的计划被人破坏，就不会像某只疯狗一样在这里乱吠而已。你最好别乱来，这里是新加坡。你知道我不是什么正当生意人，新加坡和越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两样。那两位太子爷如果不把东西交出来，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方法，帮那老豆教儿子。Got it？这个 Josh 到底是什么人？流氓吗？你最好看着他，别让他惹事连累我。你都听到了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不用做什么，这里不是他的地盘，搞不出什么花样。你就不担心他真的会对傅云冲跟允泽？也好，让他们受点教训，自然懂得现实残酷。派人看着他们，别让他们真的受伤。至于麦这种小角色，不看也罢。我要去医院值班了，你们还没吃午餐，要我帮忙买吗？一起吧。趁我妈还在睡觉，我下楼帮她买点用品。爸，你身体还好吗？为什么不在房里休息？出来透透气。你刚动过手术，不应该提早出院的啊。本来就没打算休息，在里面躺几天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爸，昨天对不起啊。最直接的道歉就是不要再插手你管不了的事情。允聪呢？一大早跑去哪里了？又到什么地方多管闲事去了？秀华阿姨生病了，她暂时搬出去陪她住。其实秀华阿姨某方面跟我有点像，她没什么朋友，社交圈子也小，还好有阿聪在。太依赖一个人不是什么好事，无爱则强，心里太多牵绊，就会被情绪牵着走。我曾经也没什么在乎的事，在乎的人。我以为我这么想，离开的时候就会洒脱一点。不过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这些牵挂的未必让我脆弱，反而因为心里在乎，所以勇敢有了理由。爸，你在乎秀华阿姨吗？
云聪，云聪，你们是允聪的朋友吗？他好像出去了，你们先进来吧。你们随便坐，我去拿喝的给你们拿。你是不是林秀欢？你们不是来找允聪的吗？我们来找林秀欢。你是不是坐过牢？说，你还没有做犯法的事。臭班小心点啊！我都不来烦了。你再乱说话，小心我们撕开你的嘴，流泼脏水。叫你别乱说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打！还是我应该这么问：你在乎过秀安阿姨吗？重要吗？我已经过了情情爱爱的年纪了。早在你妈去世的时候，就注定不会再有女人让我牵挂。你不爱她，为什么还娶她？难道只是为了看起来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？小时候你说秀安阿姨突然离开，但其实她一直都在牢里，你只是不想提起这个人吧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相信你，就算阿聪想念秀安阿姨，他也没再问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秀安阿姨的离开成了一个谜，成了一个这家都在回避的问题。你们现在都知道了，然后呢？改变什么了吗？就算改变不了什么，至少可以解开大家心里的结。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不能说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确定你承受得了答案吗？我愿意分担，我相信阿聪也是。你还记得你腰上的疤吗？当年林秀环不顾你的安危，坚持反对那台手术，从那时候起，她就不配我正眼看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相信每个母亲都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，就算秀安阿姨反对，也没有错啊。我救你错了吗？林秀环跟我就不是一路的人，她在只会碍手碍脚。就算我没想让她死，也必须要让她永远消失。永远消失？她坐牢也是我安排的。现在你懂了吧？我和林秀环之间的结是永远解不开的。这个是20年前就结下的死结，所以我们注定也不成恩爱夫妻。但林秀环不想接受，也得接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走到这种地步啊？怎么可以
为了救一个人去伤害另一个人。让你活着是我留下他们母子唯一的理由。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。他林秀环至始至终搞不懂状况。阿聪一开始是为了救我，才搬进来顾家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阿聪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他的出现是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但是后来一切的安排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你的病有允聪在我才踏实。爸，你错了。只要你活着，我就做对了。好啦，你回医院吧。今天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没帮上什么。可是如果你还觉得欠我，你就当做好人有好报，我还你的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把不用客气说的那么特别。你别拐个弯来骂我。你上次跟允泽说我说话有毒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。我哥喜欢钻牛角尖，你每次批评他，他都会放在心上。我只是随口说说安慰他，不要那么小气。好啦，我先走了，你快点上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顾允聪，安迪会好起来的。你不是一个人。你跟我哥真的有默契。我早上出门，他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。你可以不要每次都提起你哥吗？我跟他怎么样？小心！你是顾先生吗？你们是谁啊？没关系，有人想见你，我是专程来接你的。请上车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们。那么激动干嘛？都说有人想见你了，而且是你爸的老朋友。走。走。不要怕。我认得你。是吗？那你应该也记得这个地方，记得自己从那个地方偷了我的东西。我的 memory card 还给我。东西不在我身上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不着急。我知道你妈在哪里，我先找人去陪她聊聊天。你们想干嘛？不准碰我妈！喂，聪，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是在骗你的。聪明，这样也被你看穿。本来我还在烦，要怎么样威胁你妈，让你乖乖听话。现在不用了，我刚刚想到一个更好玩的新 idea。你们想干嘛？雪，雪，住手！放开他！这么激动，那这个人一定对你很重要哦。别碰他！不许碰他！东西在我朋友那里，你敢伤害他，我就把东西交给警方。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被对付的。
脱光他的衣服，帮他拍几分钟的艺术 MV。我给你，只要你放开他，我什么都给你。这么快就妥协了？可是我反悔了，我怕你不守信用，我还是买份保险比较安心。Memory card 我要，不穿衣服的 MV 我也要。脱！住手！你们住手！放开他！住手！诗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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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诗妍。放开他！对不起。真可怜啊！要怪就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我怕你没有狗逼，所以我至少要拍一下 MV 做保障。万一如果有一天我的事情被公布出去，至少我一些 MV 跟我广大的网友分享，对不对？哇！放手！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太子爷，我就不敢动你。给我打！住手！风头出够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你在命令我啊？你再不收手，我可以让你比他伤得更重。你敢？要不要试一试？不要一拍两散的话，把手机留下来。手机给你，我拿什么做保障？让你送死，多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要成为这里的 PR，首先要学会奉公守法，入乡随俗。你最好不要耍我。走。英雄，没事吧？喂，阿忠，哥，我在外面遇到一点麻烦，暂时回不去小散了，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见面再说吧。我不放心妈一个人在小散人，你可以帮我过去看一下吗？好。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就会过去找你，你在那里等我吗？哦，
我现在就过去，你不要担心。哦，拜拜。实验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你好好照顾他，有什么需要的你让我知道啊。那。你好一点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们报警，好不好？不用报警，我没事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冲凉。你回去小小人吧，不要给安迪一个人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委屈。允聪，我今天没有心情听你说话，我还赶着回交散人，我妈没吃饭。memory 卡的东西不能流出去，记得删掉。我很感激你今天救了我们，可是我是不会跟你说谢谢的。我那么信任你，可是你全程都在对着我演戏，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？我不是故意骗你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废话了。从头到尾，你都没有打算跟我说实话。我是真的不能说。你早就认识刚才的人，也知道假药厂的事。从我第一天把药交给你拿去化验，你就在骗我，对吗？所以 Matt 做过什么，你早就一清二楚。你不止没有阻止他，反而一直误导我们，阻止我们追查。Uncle Frankie， 没有想过你是这种人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我说的话不全是假的。别报警，主要是不是普通人，你们招惹不起的，跟他作对不会有好下场。今天你也见到了，所以被欺负的人就要忍气吞声，那些犯法的人却可以继续嚣张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止一次叫你们别插手了，可是你们没听。你不要说了，你可以戳瞎自己的眼睛，来包庇这些做坏事的人，可是我不能。无论什么原因，我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懦弱，再让身边的人再受半点委屈。今天的事，
我一定会追究到底的。宇聪，如果今天的流氓再敢动我身边的人，我一定会把他，还有跟他勾结的人亲手送进监牢的。我希望你的手还是干净的。徐婉阿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了，徐婉阿姨？不要！我求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！我不要坐牢，走啊！你放过我！我求求你放过我！徐阿姨，我爸他来过吗？我已经躲到你远远的，你放过我，求求你，你不要过来，我怕，我怕。徐阿姨，你别害怕，我是允泽啊，没事了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是允泽啊。阿聪，他快回来了。云哲，有人过来，他打我，云哲，我不要坐牢，我怕，我不要坐牢，我不要坐牢，我不要坐牢，有我在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哥，这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妈在哪里？她睡着了。我到的时候，希望阿姨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我要去报警。你先别冲动，我只是猜测而已。我赶到的时候，那些人已经离开了。那肯定是同一伙人，除了那些流氓，不可能是别人的。我要把他们统统送进监牢。你先别激动，假药厂的事跟康龙有关。我们做什么决定之前，先问过爸好不好？我们不是没有问过，可是他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啊！你还指望他会站出来吗？现在那些人仗着我们懦弱，嚣张成什么样子了？上小小人捣乱、搞破坏、欺负我妈，在路上堵人、拍视频恐吓，我们要怕他们怕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说刚才遇到麻烦了，是在路上被堵了吗？是被堵了。拍视频恐吓，他们拍了什么视频啊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现在唯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再让身边的人为这件事而受到伤害。错的明明是他们，我们为什么要怕？那好，我们跟爸商量好不好？如果他知道我们被寻仇，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。聪，听我一次，先别报警好吗？好，这是我最后的让步，我不报警。可是我要上去康龙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前，把Matt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你会站在我这边吗？为什么找人取消找人捣乱？我说过了，林秀环只能乖乖的待在心理卫生学院，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真的打算把他逼疯吗？难道我在开玩笑吗？
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受了20年的委屈还不够吗？你就不能让他安安稳稳跟宇聪过完下半辈子吗？路是他自己选的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同情心泛滥是会坏事的。我同情心泛滥，还是你心太狠了？就是因为你心不够狠，才会纵容允聪追查药厂的事，才会让 Josh 快到手的证据还回去。那你知道 Josh 用什么下三滥手段对付允聪吗？我管他什么手段，那个女的算什么东西？就算那个女的不算东西，也是无辜的。你当初没有阻止允聪追查药厂的事，就注定卷进来的人没有谁是无辜的。现在你得罪了 Josh， 又暴露了你自己，里外不是人。我看你怎么收拾这个残局。你认同 Josh 做法？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错啊。做大事用手段是必须的。不管以前还是现在，我一直觉得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是逼不得已的。无论是对秀婉绝情，利用允聪救允哲，还是在看到算计别人，我都觉得你是身不由己。看来是我错了，原来顾兆华早就迷失了。你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一切利用亲人，算计他们，伤害他们。抱歉，我没办法再跟你站在同一边了。我很好奇啊 ，Frankie， 你我都是谷底翻身的人，都尝过走投无路的滋味，你怎么就不会吸取教训呢？你想过没有？这件事一旦捅出去会是什么后果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会有人因为你曾经心慈手软而放过你，而且一定会牵连到我。放手吧，你可以不必活成这样。只要你不坐这个位子，你对那些人来说是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从我爬上来的那天起，就没有想过要下来。你连这都不懂我，不配在我身边。就当我不懂你好了。我能不能用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换你留条活路给秀环，留点余地给自己，可以吗？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做事，我一直活得很明白。你最好也拿捏好分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我还不够努力吗？是啊，Frankie，你跟我讲实话啊，是不是？不管我付出什么代价，他们家人就是看不见，始终把我当外人，啊！你求学的时候，大家也不看好你会毕业，都取向你家里求，可是你要倒下。是，没有人相信我的时候，只有依依相信我。大家都笑我高攀的时候，只有依依陪着我吃苦。现在依依死了，我还凭什么？啊？你还有允哲。对啊，允哲。我还有你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。对，你还有我。一种痛，一种恨唤醒我。你和我的故事陨落了，像烟火，像飞蛾在扑火，任由宿命
在光尘中，迷失在这城市，忘了闪失枷锁。